仅仅只是被女友当街强吻了一口，竟瞬间认定女友是连环杀人犯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男警察立马让他签了个名字。看到女友用右手写字后，立马将他逮捕。你干什么？我是警察，对不起。你弄错了。错不了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男人想跟女秘书学习外语，于是直接将丝巾套在对方头上，结果却遭到了秘书的强烈反抗。男人只好骂骂咧咧的离开。可下午他的车子就发生了严重的车祸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车子应该是从上面公路直接坠入山谷。可奇怪的是，车子只有前半截被人浇了汽油，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好在警员在后备箱找到了死者的钱包，名片上显示死者名叫邵一鹏，是开源公司的总经理。为了能尽快立案侦查，雷鸣立马让邵一鹏的妻子前来认尸。当裹尸袋被拉开的瞬间，妻子当场就昏了过去。他可以确定死者就是她的丈夫邵一鹏，他腿上的那道疤痕就是最有力的特征。随后雷鸣直接来到开源公司调查，可没想到公司的任总态度极其高傲，根本不把雷鸣两人放在眼里。最后还是在秘书叶强的口中得知，原来任总跟邵一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。邵一鹏将公司全权交给任总在打理，结果公司被任总经营的即将破产，而且他早上10点钟才到的公司，完全具备足够的作案时间，这一点公司的保安也可以作证。可雷鸣总感觉叶强似乎有所隐瞒，通过调查后发现，邵一鹏曾经给叶强买了一个价值50万的钻戒，看来这两人的关系绝不简单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叶强竟主动找到了雷鸣，很坦诚地承认自己跟邵一鹏的情人关系。原来前不久他的妹妹被查出患有白血病，高昂的医药费根本不是他可以承担的，而他有的只是一张漂亮的脸蛋。为了替妹妹治病，他只能向邵一鹏妥协。叶强的善良深深感动了雷鸣，因此两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回去的路上，雷鸣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对方一口咬定杀害邵一鹏的真凶就是任总，理由是任总不仅在公司大肆敛财，而且还做了不少假账。被邵一鹏发现后，扬言要去告他，任总这才选择杀人灭口。雷鸣通过定位找到了那个电话亭，不过只在现场找到了一个烟盒。随后雷鸣直接将任总带回局里问话，可就在审讯期间，公司的保安离奇的死在了家中。法医尸检后发现，保安体内含有跟邵一鹏同样的致幻剂，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这么看来，任总并没有作案时间。此外，雷鸣还在保安家里找到了一模一样的烟盒，这不由得让雷鸣怀疑那个神秘电话就是保安打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又发生了，邵一鹏家突然遭遇了大火，他的妻子沙秀花已经不知所踪。警员在他的家里找到了一张足浴店的会员卡，雷鸣本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足浴店调查，结果竟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经理表示，沙秀花经常会带一个叫葛大明的人一起来，两人之间显得非常亲密。1个月前，她又将自己老公邵一鹏也带了过来，后来邵一鹏跟葛大明就成为了好朋友。最关键的是，经理表示葛大明的腿上有一条像蜈蚣一样的伤疤。直到这一刻，雷鸣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具尸体其实是葛大明。这么看来，沙秀花一直在欺骗警方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对情侣突然看见有一个人从酒店上一跃而下，当场就被摔得面目全非。通过叶强的辨认，可以确定死者就是邵一鹏。雷鸣勘察完现场后，在房间里找到了一根银色长发，再结合酒店的监控，基本可以确定沙秀花就是凶手。于是雷鸣直接发布了全国通缉令。可还没过多久，沙秀花的尸体就在一处建筑工地上被发现。法医初步尸检后发现，沙秀花并没有与人搏斗的迹象，很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推下了楼，也就是说，他跟凶手应该认识。此外，地上还留下了一个3角符号，应该是沙秀花临死前留下的，但似乎并没有写完。可当雷鸣做完 DNA 检测后，却发现那根银色长发根本就不属于沙秀花。那么到底还有谁想要杀害邵一鹏呢？雷鸣想破脑袋也弄不清什么意思，直到不小心多画了一笔，又回忆起叶强的种种异常，才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恰巧叶强打来了电话，撒着娇让他去机场送行。雷鸣马不停蹄地带着鲜花赶到，临别前请求留下海外的联系方式。结果看到对方熟练地用右手写字时，眼神变得凌厉起来。我觉得你那天晚上就应该提醒他，千万别写字儿。女人赶紧质问他想干什么，不料女警已经压着另一个嫌疑人走了过来，居然跟叶强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应该给我介绍一下吧，你的亲妹妹叶沁。虽然小人书事件是雷鸣怀疑的起点，但桃李美人记得他现在回想起来，之前忽略太多的破绽了。首先就是浓重香水掩盖的奇怪味道，其实就是消毒水。还有叶强的指甲忽长忽短，而大夫是不能留指甲的。最重要的就是给他做心理测试的女人写字用的是左手，而叶强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撇子。至于所谓的患白血病的妹妹，流露的真情并不是假的，因为叶沁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主治医生。回到案件本身，叶沁是医院的大夫，想要弄到致幻剂可太容易了。沙秀花买通葛大明去杀邵一鹏，被邵一鹏识破后联合情人叶强实施了反杀，把车门关严，不让车辆完全烧毁，就是为了留下死者是邵一鹏的证据。因为葛大明是外籍人士，死了以后没人认尸，沙秀花又心怀鬼胎不敢说实话，才导致真正的邵一鹏从此金蝉脱壳。杀死保安的也是叶强，
那天保安纠缠他是真的，可叶强灵机一动，利用保安给警方下了一个饵。在他的授意下，保安2次打匿名电话，让警方把矛头指向副总。没想到保安也不是什么善茬，猜出假的邵一鹏是被他杀的，于是威胁如果不从了自己，就向警方举报。叶强假装答应，但他早已做了2手准备，通知妹妹叶庆打扮成自己的样子，在家里拖住雷鸣，从而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晚2人分手后1个小时叶强才打车回家，因为那就是叶庆。另一边，叶强假装去洗澡，保安等得口干舌燥，自然而然地喝下了掺杂迷幻药的饮料。等他反应过来后，为时已晚，被女人用枕头活活捂死。叶强帮忙干掉了葛大明，又利用保安转移了警方的视线。这时候邵一鹏觉得他是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，于是约对方一起远走高飞。所以邵一鹏在大堂见的就是叶强。叶强故意扮作沙绣花的模样，说是想来点刺激的，之后故意在大堂引起争吵，就是为了让服务员当目击证人，导致警方误以为在现场的是沙绣花，但其实叶强也是妹妹叶庆假扮的。因为那根头发的血型检测结果是 B 型，而叶庆的血型也是 B 型，姐妹俩费尽心机，就是为了独吞邵一鹏的财产。与此同时，叶强打电话约出副总，2人早就有奸情，因为副总把贪污的所有钱都打给了银亚公司，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叶庆，法人是叶强，正好税务部门上门查账，所以副总接到电话以后，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冲向叶强。叶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加大油门把他撞死了。最后需要干掉的就是沙绣花了。他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叶强干的，但并不准备揭发，只想利用这个把柄大敲一笔。当然，不论是什么条件，叶强都会答应。沙绣花是看着他离开去取钱的，因此自然不会防备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。女人死到临头，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于是用最后一口气在地上写下了线索，但终究没能画完。但他真正要写的双胞胎，没错，双胞胎。最后就是作案动机了。原来父母双亡后，是哥哥把姐妹俩拉着打，不料却被邵一鹏骗走了所有财产。哥哥自杀的时候，嫂子已经怀了7个月的身孕，并且也是一对双胞胎。为了给3个最亲近的人报仇，姐妹俩改头换面，想尽办法接近邵一鹏，不仅要夺走他的钱，还要他加倍偿还。我也许到现在都分不清你们俩谁是叶强，谁是叶琴。